拿什么供啊？你出钱吗？家里是开银行的吗？可总得让孩子们念书啊。晶晶马上考大学，鹏飞马上上高中，哪个不花钱？我说当初就不该让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就都别念了，都出去打工赚钱。女儿再好也比不上儿子，鹏飞才是我们家的根。那就让李岩出去找份工作吧，我们也算对得起他了。妈，我回来了，饿死我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又跟我爸吵架了？你和鹏飞都要上学，家里没那么多钱。妈，你不能不让我考大学，我马上就要考了。没办法同时供3个孩子。那就让李岩别念了。还有鹏飞，他那成绩根本考不上好高中，不如让他去读职校，出来也能分配工作。妈，你干嘛打我？职校能跟大学比，能分到办公室去，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得供鹏飞上大学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孝顺你。我回屋看书了。这孩子也不知道给鹏飞留点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吧。来，多吃点青菜，对皮肤好。谢谢妈。又来了，每次这样都准没好事。你看你爸你姐，衣服脱下来就扔一地，妈这手今天还扭了，全家都指着我。我要是哪天没了，就是去享福了。这个白眼狼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我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你弟弟还没回来呢。我吃1块，给他留1块不行吗？你怎么一点分寸都没有？鹏飞是男孩子，正长身体，你做姐姐的就非要跟他抢。我吃了吗？你看我吃过1口吗？难道我不馋？我不知道排骨好吃？我和你爸商量好了，这个书你就别念了。所以，门后听到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谁的衣服就让谁自己洗。你说什么？一家人还分你我？你姐那双手要是洗粗了，将来怎么嫁个好人家？行行，都别管我，我自己洗，干脆累死我算了。为了省钱给你们吃好点，我生着病都不敢去看。您省下的钱也没花在我身上。你以为我愿意去捡烂菜叶子？你以为我不丢人？妈指望你能理解我，结果你也来怪我没本事。我洗总行了吧？这才对嘛，老二啊，妈想和你商量件事。哎呦，这孩子手都成这样了，一点不知道保养自己，将来什么男人肯要你？原来你关心的从来都不是我疼不疼。你姐要考大学，鹏飞要上高中，家里实在供不起了。你爸的意思是让你先别念了，找份工作帮衬家里。妈知道对不起你，妈发誓，将来你出嫁一定给你最多的陪嫁。鹏飞大学毕业了，他也会给你撑腰。他怎么给我撑腰？妍妍，你听妈说，高考那么难，就算考上了，学费我们也拿不出啊。所以就牺牲我？凭什么？论成绩，李鹏飞能考上高中吗？凭什么不读书的是我？你这孩子简直乱来！鹏飞是我们老李家唯一的男孩，他不读书怎么能有出头之日？破旧的客厅里，
一场关于命运的争吵正在上演。你不想让他一辈子就这样过，就得搭上我的一辈子。好，是我没本事，我就不该生你们。你们一个个都觉得自己能考上大学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基因。我没上大学的基因，他李鹏飞就有吗？难道我们不是一个爸妈生的？你别跟我找语病，男孩子学习发力晚。我不用你们供，我回老家找爷爷奶奶，他们会借钱给我读书。你爷爷奶奶的钱也是鹏飞的，轮不到你。你凭什么这么偏心？我告诉你，我说不让你念，就是不让你念。老李，隔壁都下班回来了，你想让人看笑话吗？就是你惯的。妍妍，别闹了，邻居都听着呢。你让我体谅你，那你体谅过我吗？小犊子，还敢犟嘴！隔壁又干架了，听说是供不起孩子读书，想让老二退学去赚钱。让老二不读，他家那俩有老二成绩好，就属老二最会读书，那还让老二不读，不吃香呗。老大能说会道，长得好，老三是个小子，你说他们能牺牲谁？妍妍，服个软吧，你现在成绩好有什么用啊？你们不公平，就算不念也该是大姐。我姐是你的孩子，难道我就不是？你拿什么跟你姐比？你是有她长得好看，还是有她会说话？我成绩比她好，做家务也比她多。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不孝女！就算死，我也要站着死。哭？你还敢哭？给我憋回去！这孩子就是个读大学的好苗子。老李，有话好好说，怎么能对孩子动手？老黄，你来了，快坐快坐。这孩子不懂事，气到他爸了。别闹了，在黄叔叔面前丢不丢人？老哥，我在隔壁听着，是要不让妍妍读书了？要是供得起，谁不供？高二了，将来大学学费得多少钱？他一个工人，哪里懂我们的难处？户口、罚款、没工作，这些压力像山一样。没你想的那么夸张。我家亲戚孩子去年刚考上，学费也就200左右。200？那还不多。鹏飞上高中欠的钱还没还，将来娶媳盖房，哪样不要钱？就一个丫头片子，她也考不上，她姐马上就考了。依我看，2个都不该供。老哥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。现在政策多好，大学毕业包分配，到时候3个孩子都有工作，你走出去多体面。你们不去开家长会不知道，听我们家婷婷妈说，学校老师当着全班家长的面表扬了李岩不知道多少回。老师亲口说的，这孩子就是个读大学的好苗子。夜幕降临，寒风呼啸，李岩孤独地蹲在墙角，一束光打来，是姐姐李晶晶从同学家回来了。蹲在这儿干嘛？李岩缓缓抬起头，爸妈不想让我念书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。哎，家里条件不好嘛，其实上班也挺好，你比我们先赚钱。你干嘛呀？还不是爸妈看中你，觉得你能担当大任。好一个担当大任，好一个遍地是机会。李岩静静地看着表演的姐姐。你就不能替我说2句话吗？帮你说话，万一爸妈让我也不念了呢？我才不傻。大姐，你记住了。记住什么？你到底走不走？不走，我走了。就帮我劝爸妈2句，不行吗？你的话，他们或许能听。这个家我说了算，爸妈不叫你念，你来难为我有什么用？成绩好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斗不过我。鹏飞是咱家唯一的男孩，我将来也是为这个家服务。我知道了，受教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对任何人有任何期待。妈，怎么就2块排骨啊？刚吃书味就没了。母亲张兰食指放在唇边做了个虚的手势，她鬼鬼祟祟地掀开橱柜帘子，一边从里面端出一个藏着的盘子。小祖宗，小声点，让你二姐听见。她麻利地将排骨夹进李鹏飞碗里。鹏飞啊，为了让你上高中，妈和你爸多
都打算让你二姐不读书了，你可得珍惜呀。妈，要不让我二姐读吧，她去读书，我就可以不读了。你不读书，将来能干什么？回家种地吗？门被推开，大姐李晶晶进来，眼睛像雷达一样瞬间锁定桌上的排骨。哇，红烧排骨！她抓起一块塞进嘴里，还想再拿，盘子已被李鹏飞护住。妈，你偏心，给我吃水煮的，给弟弟就吃红烧的。吃还堵不上你的嘴。突然，李晶晶脸色一变，慌慌张张地端起排骨盘子就往厨房冲。妈，我汤还没拌饭呢。厨房里，张兰飞速地把剩菜倒掉，打开窗户散味，然后哗啦啦地开始洗盘子。李岩推门进来，妍妍啊，帮妈把碗洗了吧。医生说我这手不能碰凉水。李岩沉默地看着他，看了足足3秒，然后一声不吭地走到水池前。妈，我知道家里条件不好，但我能考上大学，将来毕业，家里的债我帮忙还，行不行？这是他不带任何情绪的最后一次谈判。妍妍，你听妈说，你拼命读书，不就为了有个家？女孩子不用努力也能有家，可你弟弟不一样。那我呢？除了读书，我有什么出路？妈，你让我回老家找爷爷奶奶借钱。不用你洗，干点活就要利息。我死了，你们就高兴了。李岩看着哭闹的母亲，继续默默地机械地洗着碗。家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这是妍妍给你们留下的。滚，叫他滚，这辈子都别回来。我李大刚没有这种女儿。从今以后，把他从这个家除名，将来就是要饭经过门口，也不许看他一眼。天哪，这下全楼都知道了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啊？老二啊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明明你最知道心疼妈妈，明知道家里已经扛不住了，想让你搭把手，你怎么就撒手不管了呢？我白疼你了，我白夸你了。还有洗衣服呢，烧点热水吧，水凉，你身体又不好。哼，现在知道水凉了，过去使唤闺女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烧热水？嗨，李岩那丫头是跟我们置气胡乱写的，其实是她自己也不愿意念了呀。嚯，这谎话张口就来，脸皮真厚，还自己不愿念了，骗鬼呢！口口声声心疼老二，怎么没见你让老大洗衣服？活该！一张去南方的票，最早的一班。又是这样的一天，累得要死，还要面对这个烂摊子。站住！哪儿去？马上考试了，还天天疯跑。我跟同学约好了。约什么约？坐下给我复习。死丫头，你要是在家，我用得着这么累吗？妈，我饿了，什么时候吃饭？吃，就知道吃，不会早点回来帮我干活吗？我去同学家问数学题了。等我死了，等后妈进了门，你们就知道厉害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城市的另一端，李岩，你妈回老家找你去了，真不告诉她你在这儿。我听我妈说，你离家第2天，舅妈就去学校给你办了退学手续，第2天就办了退学，她真是一点退路都不给我留。哎呀，舅妈也是一时生气，她怎么可能不爱你呢？此刻李岩触动了深埋的记忆。有什么委屈跟奶奶说，奶奶给你做主。爷爷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，
我以为我很大度，原来不是，我做不到原谅。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跟舅妈说是我说的。妍妍她……什么？哼，臭丫头，总算找到你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呦，我的好妹妹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丫头话没说两句就跟我们吵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，我这心都操碎了。嫂子，小芳说妍妍成绩不错，要不还是借钱供供吧。成绩好，那是她自己说的，她成绩最差。我去找过他们班主任，老师亲口说她哪也考不上，读了也是白读。李岩妈妈，这孩子成绩非常不错，保准能考上大学，你们可千万不能耽误了他啊！晶晶，老师说你妹成绩特别好，真的假的？瞎说的吧，就一班大排名还没我好呢。我骗你干什么？那丫头就是心气高，不肯认命。小姐身子丫鬟命，没有那个命，就别总想着飞上枝头。好啊，这个李岩自己没本事，还撒谎骗爷爷奶奶，污蔑父母，简直是家门不幸。这个李岩胆子也太大了，满嘴谎话，张嘴就来，难怪他不敢跟他爷爷奶奶说实话。嫂子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管了。他要是敢骗他爷爷奶奶，我第一个大耳刮子抽他。喂，姑姑。李岩，我是你姑姑，你马上给我从那儿出来，我找你有话说。李想又换车了，老李是不是又背着我拿我们家的人脉去给他那个大儿子铺路了？那我儿子袁度将来怎么办？姐，这道题怎么解啊？我看看。哦，这个要用辅助线。好扯。李岩，去开门。哎，好的，阿姨。小李，有人在外面找隋阿姨。乖乖，这地方可真气派，还有人站岗，我女儿就在这里面。将来鹏飞要是能攀上这家人，嘿嘿。又是老家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烦死了。请问是哪位找我？隋阿姨，是她找您。您好，您好，我是张兰。张兰？李岩是我女儿，我是她妈妈。哦，原来是李岩的母亲。您是要找李岩吗？我让他出来。搞什么？一个保姆的妈直接找到我这里来，真没规矩。不，我不找他。嗯？我是来找您的。找我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就是能不能先预支妍妍她半年的工资？给了我才能帮她攒着。她一个小姑娘家懂什么？
工资的事您应该和李岩自己商量，我让他出来。别，您不知道，这孩子脾气大，我是他亲妈，我都是为他好。李想，他又换车了。老李，你到底背着我为他做了多少事？小心。谢谢。这人是谁？是家里的客人吗？哦，对了，你妈妈来找你了，就在大门口，你去看看吧。刚刚上去的是你李叔叔的大儿子，他脾气不太好，你以后少说话，多做事。李想回来了，中午想吃什么？阿姨这就去给你买。阿姨，我说过不要动我桌上的东西。那些草稿我都帮你输进文件夹了，没乱动。画的最乱的那张估计被当成废纸扔了。不就是打扫个卫生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在外面风光，回家就给我摆脸色，不就是想让你爸觉得我这个后妈苛待你吗？李岩，你上来一下。阿姨，你是不是动过这桌子上的东西？要是手脚不干净，我可不能用你。还有，你妈跑到门口要预支工资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走。阿姨，我没上过2楼。是我搞错了，东西找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是我没弄清楚，我向你道歉。不用。我的房间不用打扫，这就是我的生活习惯。死丫头，招呼不打就跑出来，急死我了。周末能回家吧？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，把家里的活儿都干干。我跟你爸这阵子都快累死了，鹏飞那孩子又不省心。妈，我姐和我小弟是不是又脱下来一堆的衣服没洗啊？妍妍，妈是真的身上有病啊，生了你们姐弟3个，落了一身毛病，中药西药吃个遍，就是好不了。你爸就是个甩手掌柜，你姐你弟又指望不上。这个家，妈知道，只有你最有用。我的用处就是给你们当牛做马，然后被第一个牺牲掉。我有用。妈，我没时间回家帮你洗衣服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们的气，都说女儿是妈的小棉袄，我怎么觉得你就是个扎人的刺猬？妈，我赚的钱不会给你，也不会帮你养家。我想融入这个家，可现在我明白了，无论我多听话，多体谅你，你们还是不会喜欢我。你来为难我有什么用？滚！叫他滚！这辈子都别回来。我不是男孩，不如弟弟吃香。鹏飞是我们老李家唯一的男孩。我不如大姐会说话。
长得漂亮。你拿什么跟你姐比？缘分不够，我认了。但是你帮我退了学，又从我爷爷奶奶手里骗了500块钱。谢谢妈。我想，我也不欠你们什么了，你就当我是个白眼狼吧。你的心怎么这么狠？就因为家里穷，你就要跟爸妈断绝关系？好，你要读书是吧？你非要读这个书是不是？那妈就去医院卖血，只要能换钱让你读书，我供你。妈，你在我走的第2天就去学校帮我办了退学手续，我还怎么回去读书？我在这里挺好的，你回去吧，以后别来了。阿姨，你可能想多了。是我想的多，我第一个孩子就是因为你害我掉的。我说过了，那杯水是我爸让我端的。是与不是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和你妈就盼着我生不出儿子。不许走，你今天走了，让你爸怎么看我？说话就说话，不要动手动脚。哎呦，我的腰！妈，你打我妈？你凭什么打我妈？我没有，让开。不是的，那是个意外。爸，他打我妈。你站住！哎呦，我的腰！他就这么走了？爸，你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你给我闭嘴！他示意李岩过来帮忙，但隋静波推开了李岩的手。幸辉，我知道，父子没有隔夜仇，你别怪他，都是我的错。行了，都是误会。袁度，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？快去写作业。李元度不情愿地走后，隋静波坐到沙发上，去把客房收拾一下。等李岩走开，他才对儿子进行权谋教育。你傻啊，你爸重感情，你越是跟你大哥闹，他越觉得是我在挑唆，以后离他远点，你得替妈争气，懂吗？客人上门送来大包小包的礼品。欢迎，欢迎，里面坐。客人走后，李景辉站在门口，点燃一支烟，脸上是化不开的愁绪。景辉啊，听说理想公司挺大，能不能帮我小舅子安排个工作？他一个大学生去什么私人公司啊？李岩端着炒好的菜，准备走出厨房。李叔叔，要不要说？说了，隋阿姨肯定会开除我的。可是想到李想为他解围并道歉的画面，李叔叔，刚才那个人
不是故意要撞随阿姨的，是随阿姨先去扯她的袖子，她只是轻轻甩了一下。李景辉没有说话，李岩说完后便低着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叔叔，我叫李岩。李岩，我记住了。叔父想让你帮我做件事，行吗？他拿出一个信封和一个地址递给李岩。老李，你让李岩干嘛去？让他出去帮我买点东西，给老家邮。你别管了。李岩坐上摇摇晃晃的公交车，穿过市区。他换乘一趟慢悠悠的郊区小火车，七拐八绕，终于站在一栋现代化的办公楼前。李岩仰望着高耸的办公楼，眼中充满了震撼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走了进去。大厅里，墙上挂着他看不懂的色彩斑斓的抽象画。穿着正装的职员们步履匆匆，自信又干练。一个前台小姐姐正对着电脑敲打着。你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我找李想先生。那我就先谢谢你的看好了，我这里来了客人，以后再说。那有椅子，请坐。李叔叔叫我送这个过来。给这位小姐拿一瓶酸奶，谢谢。这个人，我真的看不明白。尝尝看，味道不错。这和他从未见过的饮品，像一道无形的墙，隔开了他和这个世界。超出你工作范围的事，就不要操心去管。李叔叔交代的事也是工作，打扰我了，我现在就走。天哪，我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太丢人了。9年义务毕业，这句话像一根针，狠狠刺痛了李岩。我读高中了，是9年义务，我要回去做家务了。我没有其他意思，只是觉得你这个年纪，读书似乎更重要一些。现在赚钱或许还不错，但和以后比起来会很亏。李岩脑海中闪现母亲的指责和父亲冷漠的耳光。如果我读书的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了，我还能有其他选择吗？你现在赚钱了，可以辛苦一点，攒起来去读个夜大。夜大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。学历只是敲门砖，夜大的文凭也能敲开很多的门。敲开门之后，比的就是能力了。谢谢你，真的非常感谢。阳光照亮了女孩眼中重燃的梦想之火。夜大，我自己赚钱供自己读。哎，我说你把门口都堵死了，别人还过不过了？回家洗去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晶晶回来正好，快帮妈把剩下的洗了，我得做饭去了。妈，我都高3了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哪有时间做家务啊？高3怎么了？高3就看不到你妈，快累死了。妈，我错了，不该顶嘴。你脸色好差，是不是病了？我给你揉揉。你呀，要是能有你妹妹一半懂事就好了。将来还不一定谁幸福呢，人家可比我先赚钱了。羡慕她那点小钱，等你工作嫁人，钱还会少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工作后给你买大房子，带你环游世界。好孩子，妈就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不像那个白眼狼。晶晶频频用筷子夹肉丝，李大刚喝酒打破沉默。李岩，别想再回这个家。鹏飞考试，我去叮嘱。伟将来好，求人办事。张兰眼神闪烁，暗自盘算。别手脚不干净就行。夫妻俩冷漠交谈，如讨论工具般提起李岩。我姨妈在广东赚大钱，那边遍地是黄金。广州2个字像一道光，瞬间照亮了李岩的眼睛。对啊，广州。他的心脏开始砰砰狂跳，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念头涌了上来。姐，我们去广州看看。去广州，人生地不熟，别乱跑。表姐的恐惧打破了李岩心中的枷锁。你甘心做一辈子小保姆吗？
在这就好，以后傍上领导夫人就能。父母在饭桌上讨论如何利用他的嘴脸了解满足于被看上的表情。理想办公室里那些自信独立的女职员的身影，新华书店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那排闪闪发光的书籍。我不甘心。他转过头，直视着表姐。我不寄希望于男人，我只信人定胜天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跟你说个事，李岩他想去广州。去广州？他瞎折腾什么？我前几天去你舅舅家，听你舅妈说，那孩子学会撒谎了，说自己成绩好，结果你舅妈去学校问了，老师说就普普通通。舅妈的话你也信？她有多偏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小孩子家懂什么？大人会拿这种事撒谎？你舅妈还能冤枉他不成？饭桌上，张小芳还在为李岩说话。妈，你想去广州还不让人想了？我那个表姨不也去了吗？你跟他学，他是个什么正经人？靠着男人出去的，你也想学他那样？一个毛没长齐的丫头，就知道作妖。他长了去广州发财的脑子吗？票都买不到。妍妍才不会骗我。他不骗你骗谁？就你好忽悠，以后多跟你晶晶姐交往，人家肯定有出息。你舅妈为什么偏心？还不是晶晶姐比李岩强？我就觉得李岩好。瞎说，你晶晶姐长得好，将来工作好，也能嫁得好。李岩就是个小保姆。换成你，你喜欢哪个？在狭小的保姆间里，一盏昏黄的台灯亮着。所有人都以为已经睡下的李岩正趴在地板上，在他面前摊开着一张破旧的、用胶带占卜过的地图。最终，他点在了地图最南端的一个名字上：广州。灯光下，女孩的眼神亮得像黑夜里的星辰。我听你和小芳说李岩了，那孩子想一出是一出。要去广州能干啥？我嫂子没说之前，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嘴里没句实话，还从我爸妈手里拿走了500块钱，一点良心都没有。你嫂子那一碗水端的平不平，你心里没数？都是晚辈，没必要这么说。再说那钱是看到亲自给李岩了，听风就是雨，就把屎盆子扣孩子头上。他就是个白眼狼。我是觉得年轻人走出去有机会。行了，睡吧。爸，我坐电车就行了，这么冷。我听你妈说李岩想去广州。去不成，买不到票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妈说不安全。梦想说说就行了，哪能真去啊？你要是想去，爸给你准备钱。人人都说广州好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好在哪儿，也不是坏事。我就说说。那李岩呢？他也只是说说。他肯定也不去了吧？遇上事和李岩有商有量，你是姐姐，得有点样儿，让着点妹妹，那孩子不容易。张小芳看着父亲宽厚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同一时刻，在李岩工作的别墅里，他独自一人站在2楼的落地窗前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，只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。凌晨4点半，军号划破寂静。又是这样，像台上弦的机器，起这么早，在家还练操？习惯了，出去跑2圈。对了，今天该给李岩发工资了。他怎么突然关心保姆了？你怎么突然关心这个？这孩子干活踏实，上次还帮跑腿，涨薪20，不剥削。原来如此，吓我一跳。行了，这些事我有数，不会亏待的。他还帮袁度讲题，成绩好咋辍学了？太可惜。老李，你太实诚，他是装的，真成绩好会来当保姆。晨光熹微，大雁响起跑步的节奏。
被发现了，好紧张。我长得吓人，堂堂正正跑路这么快，我还能害你？对不起。你又对不起我什么？这孩子怎么这么怯生生的？姿势不对，看我，手臂摆起，腿抬高，跟上。晨光渐亮，新的一天启幕。袁度还睡，叫他起来跑步。小伙子成天睡。他昨晚学到挺晚，天这么冷，感冒了不好。晨光洒身，他安静而勤勉。这孩子比儿子强多了。一个男孩子，还不如女孩子自律。被认可了，这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被认可的温暖。晨光丽，李家餐厅飘着早餐香，暗藏暗流。李岩轻手轻脚端上最后一碗蛋羹，生怕惊动什么。李岩，过来一起吃。这丫头越来越得宠，真碍眼。叔叔，我在厨房吃过了，您和阿姨慢用。吃你的饭吧。一个慵懒身影闯入，打破餐厅宁静。站直，走路稳点，别像街溜子瞎晃。学学你大哥，看看他怎么走路的。你哥学得快还自律，考美院仅突击2月。孩子长个儿有早晚，袁度随我，好奇会高。我们老李家个子都不矮，李岩也算。我不姓李啊，叔叔。早餐落幕，李景辉向来雷厉风行。李叔叔，我来。静波袁度，立规矩。袁度自晚自习，将来想考什么大学没想好，就考中央美院。你哥李想当初就念的这儿。这句话如重磅炸弹，在3人心中炸开。随静波脸色骤僵，眼中交织着嫉妒与不忍。李元度一脸茫然，似听不懂父亲的话。李岩眼中先是震惊，随即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。真相大白，时间仿佛静止。你看，这就是你哥的本事。再不努力，咱俩就得被扫地出门。你倒是说话啊！高考好好表现，让你爸大吃一惊。我拿什么跟他比？我能2个月突击考上中央美院吗？等等我，李岩。给，我爸特意让我带给你的。姐，你留着吃吧，我不缺，快拿着。那我收下了，谢谢姐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告诉别人啊！我听我舅老说，那个李想可传奇了。据说他从小就是天才，突然对画画感兴趣，就学了2个月，自己考上了中央美院，一点没靠他爸。后来不知怎么又非要做生意，跟他爸闹得特别僵，差点断绝关系。可现在人家公司做得风生水起，一辆接一辆的换车。不过说到底，还不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兜底。换我爸是李景辉，那我也敢闯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不是这样的。没关系，这件事和你无关。理想靠的是他自己。我一定要去广州。李岩，有时间把窗帘也洗一洗，别总想着偷懒。知道了，阿姨。静波，你这衣服真好看，广州带回来的吧？啊，萍姐，别提了，我家那个小保姆最近自作主张报了个夜大班，天天晚上7点就跑出去上课。哎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要求进步。好什么呀？她去上课了，留我一个人在家伺候袁度。我花钱是请她来干活的，不是请她来读书的。老李家这个格局真是不行，人家小姑娘要求进步，你还不乐意，这不是旧社会的剥削阶级思想吗？
嘘，我看见随阿姨坐车走了。妍妍，你不是会织毛衣吗？这个你看得懂吗？研究研究，应该不难。那你能不能帮我织一件？就一件，我买毛线还付你手工费。手工费。李岩接过表姐的编织书，脸上是自信的笑容。不用给钱，姐，我帮你织。买线的时候叫上我一起。奇怪，妍妍怎么好像变好看了？送走表姐，李岩在厨房台子上一边费力的手洗窗帘，一边时不时抬头研究书上的花样。李想走了进来。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家里有洗衣机，不会用。李岩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。我报了夜大的学习班，今天晚上就开课了。好好学。李想径直上了2楼，片刻后，他的声音从楼上传来：“李岩，你上来一下。”李岩立刻上楼，房间里多了几个打包好的箱子。一会儿有人来拉走这些东西，麻烦你帮忙打扫一下卫生。这是辛苦费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你为我工作，我付你工资，这是你的劳动价值，应该的。劳动价值。李想不再理会他的纠结，开始指挥他帮忙搬梯子，准备摘下墙上和天花板上那些奇特的画板。这些都是字吧？哦，那你给说说，这是个什么字呢？他看着下面这个一脸认真的女孩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感兴趣的、饶有兴致的笑容。应该是个大象的象字，被打乱了笔画，但还是一个字。你说你没读完高中？我读到高2，成绩很好，考上了重点高中，但因为是农业户口，不允许念。一开始很恨得睡不着，但现在没时间去恨了。如果这条断路就是我的命，那我就要把它修好。不仅修好，还要让路上能跑火车。你挺聪明的。搬家公司的人将李想的东西全部搬走。你怎么上来了？是他让我帮忙打扫的。叔叔，这个钱我不能要。他给你的，你就拿着吧。他缓缓走下楼梯，背影显得无比落寞。李岩看着他的背影，又看了看手里的钱，心情复杂。那一巴掌，是不是真的把父子情打散了？隋静波提着大包小包从外面回来。哎呀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陪萍姐逛了半天，这地方还是小，根本没有高级货。想当年，你要是肯调走，咱们现在……李景辉沉默地听着，没有说话。李岩在厨房里将那2张崭新的100元钞票小心翼翼地、郑重地对折，再对折。这不仅仅是钱，这是他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获得的被公平认可的价值。他的眼睛里面没有了怨恨和迷茫，只有对未来的规划和坚定不移的光。压抑的鼓点如心跳般敲击着李家的餐厅。想吃饭就老实做好，不想吃就滚。他的怒火如鞭抽打周身。老李，别吓着孩子。刚城小，一品土，香奈儿方位设计，国内皆显落后。嫌这里不好，就出去。你那夜大今晚开始？今晚。既然报了，就好好念，别给我给这个家丢人。进了这个家门就是李家人。初中毕业的小保姆也配做我家人？爹妈都不管，你一个保姆喊什么口号？算哪门子一家人？我家即家人，念书自立，天启容妻。
这是我的机会，必须证明自己。李叔叔，我一定认真读书，不给这个家丢人。就算是小保姆，我也要做最有文化的那个。好，说得好。吃饭。新的开始，一时无声的战争。隋静波穿着华丽的毛衣，像巡视领地的女王，用挑剔的目光扫视着一尘不染的客厅。李岩，闲着没事就把地板再擦擦，我看着有点脏。阿姨，我刚刚拖完，那就把墙角的灰扫扫。他走进李岩的房间，拿起那本编织书，轻蔑地翻了翻。不学好，净研究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他走出来，看着站在梯子上打扫的李岩，开始进行精神打压。我说你啊，有时间研究织毛衣，不如多用点心在工作上。那个夜大花了钱都能读，跟玩似的，你也别抱太大希望。难道你还指望读个夜大就能分到稳定工作？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李岩在梯子上沉默地听着，没有反驳，只是更加用力地挥动着手里的鸡毛掸子。傍晚，李岩在厨房准备晚餐，小儿子李元度拿着一本习题册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走了进来。姐，这道题你会解吗？你看，这里加一条辅助线，思路就打开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姐，你真聪明。其实你比我更应该继续读书。这高中是我妈托关系让我进的，我根本没考上。李岩看着他丧气的样子，微笑着鼓励他。你也很聪明，只是根基没打好，根基不稳都能解到这种程度，说明你脑子很灵。李元度被夸得不好意思，脸上是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。就在两人相谈甚欢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：“你们在干什么呢？”妈，李妍姐太厉害了，你让她帮我补习吧。隋静波的眼中瞬间迸发出难以置信的，混杂着被背叛的愤怒和极度猜忌的危险光芒。你是脑子不好吗？让一个小保姆给你补习高中课程，她安的什么心？小保姆怎么了？她成绩很好，是因为家里没钱才不读的。她拿着答案教你，你当然觉得她厉害。她那是骗你，想在你身上打花花主意。不可理喻。一股油烟味，全部重擦一遍。这么脏，再拖3遍。隋阿姨对我的成见太深了，可是手续我给你办好了，去了要好好念，别给我丢人。李叔叔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现在走了，不是忘恩负义吗？李岩同志，首长让我来接你。老李，你也不问问我为什么不高兴？今天下午，那个李岩，他借着给袁度讲题的机会，故意靠近他。袁度还是个孩子，懂什么？我看他就是想趁机拿下我儿子。放屁！老李他一个初中学历的小保姆，连夜大都是你给的机会，他也配？他有什么资格？他安的什么心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你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他就一个孩子，能有什么坏心思？他自己高中都毕不了业，他说他会教，你们就信？李元度，你给我出来！把你李妍姐教你做题的草稿纸拿出来。以后给我2面用纸，听没听到？
家里辛辛苦苦供你读书，你就是这个态度，还不如人家一个。老李，我知道，我不如理想的妈妈会教孩子。袁都要是有他哥一半争气，也不用我这么操心。我话是说重了，为这个家，你辛苦了。完了完了，随阿姨要是知道李叔叔派车接我，肯定又要生气了。哎呀，我说怎么没看见小江，原来是去接李岩了呀。也应该，一个女孩子，大半夜的，是得有辆车接送才安全。隋静波优雅地踱步到正在埋头擦地的李岩身边。李岩啊，昨晚的事，你李叔叔也是好心，怕你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。可这车毕竟是国家的，我们个人总占有，影响不好。阿姨您放心，我自己能回来，我一定不坐车，不给李叔叔添麻烦。你李叔叔问起来，就说你怕在同学里搞特殊化，知道怎么说吧？知道知道。还有啊，袁度那孩子脾气不好，你以后离他远点。我已经打算给他找个专业的家教老师了，也省得你不好意思拒绝他。好的，阿姨，我一定离他远远的。地上都是油，好好收拾收拾。完成了所有规训，隋静波开始行使女主人的权利。好的，阿姨。李岩看了一眼干净的能反光的地面，没有反驳。李岩不停地擦地、洗衣服、擦玻璃，隋静波则悠闲地喝着茶，看着报纸，时不时投来监工般的目光。下午，隋静波和朋友出门了，李岩被放风出门透气。他遇到了表姐张小芳。妍妍，我早上看你一直在干活，他是不是又使劲让你干活了？没。有。进了这个家门，就算我们李家的一份子。万事万物都得讲个公平。既然享受了李叔叔给的特殊待遇，就得付出一些代价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那不是一个受害者的苦笑，而是一个清醒的博弈者的微笑。张小芳拉着李岩，躲在背阴的角落，神神秘秘。我跟你说，就那个李想，看着人模人样的，嘴巴可毒了。李岩心不在焉，脑子里还在想着编织书上的针法。姐，毛线的事。我亲眼看见他相亲，问人家姑娘，考不上最好的大学是因为不想考吗？还说什么精神上门不当户不对，你说气不气人？姐，买线的时候，红色的千万别买太艳的，压不住。李岩在擦地的间隙，拿起毛线针，飞快地织上几行。他在厨房炖汤的等待时间里，对着编织书研究复杂的针法。叶大下课，又开始专心致志地织毛衣。9天后，哎，这红色要是再淡一点，就完美了。隋静波走了进来，他的目光立刻被床上那件鲜艳的毛衣吸引了。谁的毛衣针脚细密，花样繁复，织得相当不错。阿姨，是我表姐让我帮忙织的，我都是用休息时间织的。再说了，就算你真是利用干活的时间织的，阿姨也不会怪你。你这孩子，紧张什么？阿姨又不是老虎，不会吃了你。这豆包好吃，你每次做的面都没发好，馅不是稀了就是干了。你别看李岩年纪小，做饭很有一手，面里是不是有股清香？你放了什么？我没用屉布，用了婆罗叶。你也知道婆罗叶，我妈以前就爱用这个蒸饼子。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旁人无法插入的融洽氛围。你这孩子真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，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，该多好。课能听懂吗？老师教的怎么样？老师教的很好，还讲了未来的发展趋势。好好学，
农村出来不丢人，我也是农村出来的，念出个样子，这社会上总会有你一席之地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李叔叔，随阿姨，我去收桌子。这孩子真是可惜了，今年还没到女兵招兵的时候。招兵？李景惠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亲哥带着莹莹来求你，想让她去当兵，你当时怎么说的？你说你不能搞特权，现在为了一个外人，一个不沾亲带故的小保姆，你就要开特例了？他是那块料吗？看到长辈还要父母教他叫人，这个不吃那个不爱，送他进部队是让他去当祖宗的。夜幕降临，李家客厅内暗流涌动。莹莹可是我亲侄女，李岩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外人怎么了？都向你认人为亲，社会还发不发展了？他在我们家吃住，他也姓李，他就是我们老李家的人。这顶大帽子扣下来，让我无言以对。几天后的阳光下，大院里洋溢着时髦的气息。哎呦，小芳，你这毛衣哪儿买的？真好看。买不到，我表妹李岩亲手给我织的。李家客厅再次成为博弈的战场。静波，听说你家小保姆会织那种特好看的麻花毛衣，想找李岩白干活，门儿都没有。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把孩子叫出来，我问问。隋静波把李岩叫到客厅。听说你去念夜大了，可真有上进心。要小心回答，不能得罪任何人。阿姨，您过奖了，我就是去凑个数，我们班差个人开不了课。哼，还挺会说话。孩子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。我看到小芳穿的毛衣了，你能不能也帮阿姨织几件？你放心，阿姨不让你白干。毛线、材料我自己买，我再额外给你手工费，你看行不行？手工费3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李岩平静的心湖。李家客厅，李岩被刘大姐的提议砸懵了，下意识地看向隋静波。静波，你就当大姐求你，我不让孩子白干。他利用空闲时间赚点零花，你看行不行？哎呀，这也就你家家风好，把保姆都教得这么有上进心，换别家哪有这好事儿？大姐，你这说的好像我多苛刻似的。孩子想挣点零花是好事，我还能拦着。不过价钱可得说好，我们家李岩手艺好，不能贱卖了。他煞有介事地替李岩谈判。这样吧，一件毛衣，手工费10块，毛裤8块，不能再少了。刘大姐走后，李岩走到隋静波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阿姨，谢谢您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永世难忘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多大点事儿，你给人家干活，阿姨替你要报酬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只要把家里的活干好，阿姨就谢谢你了。去吧，好好干。哼，小丫头片子，还不是被我拿捏得死死的。几天后，周末，李岩和张小芳一起来到了市里最大的毛线店。李岩没有犹豫，指着一团包装精美、带着柔和光泽的进口马海毛线。妍妍，你疯啦，买这么贵的线？张小芳看到价格标签，倒吸一口凉气。这都够我们买3、4团普通线了，你自己都没穿过这么好的。这既是感激，也是投资。张小芳一脸懵懂，完全听不明白。李岩的保姆间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李岩的侧脸上，他坐在床边，正在为一件织好的墨绿色开衫毛衣进行最后的工序。他在粗针的衣襟上逐渐勾勒出一朵精致的立体花朵。儿时的李岩笨拙地模仿着奶奶刺绣，奶奶握着他的小手，一针一线地教他。丫头，学好这门手艺，走到哪都饿不着。李岩的手法已经非常娴熟，随着最后一针落下，他将毛衣举到眼前。李岩看着自己的第一件作品，脸上露出了满足而自信的微笑。李家破旧的楼道里，光线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的药味和霉味。张兰和李庆香一前一后地爬着楼梯。新楼都有公共垃圾道，哪像我们这破楼，扔个垃圾都得下楼。嫂子，我听小芳说，李岩去念夜大了。念夜大，他也就听他吹牛，给人当保姆。人家还能供他读书，
他配吗？啊，还说帮着李岩介绍了织毛衣赚钱的活儿呢。在家的时候也没见他给家里人织过一件。明知道我不会，你哥和晶晶、鹏飞穿的都是你织的。哎，你说这么好的机会，要是能给鹏飞多好。哥嫂，你们也就不用这么愁了。张兰听了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嫉妒和对命运不公的怨恨。李岩的房间里阳光灿烂，他将那件完成的刺绣毛衣用衣架挂在窗户的把手上，墨绿色的沉稳与白色刺绣的雅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微风吹过，衣角轻轻摆动，仿佛一件有生命的艺术品。嫂子，我记得李岩出生的时候还没计划生育的条文呢吧？那时候是没条文，可老三赶上了。老二要是小子，我还能要老三？那些年的委屈，谁能懂？你没超生过，不知道当时的环境。厂里的大喇叭天天广播批评。我们为了躲罚款，把鹏飞的岁数改大了好几年。领导说话跟放屁一样，答应给转正，最后揪着超生把我们给开了。这笔账我不算他头上，算谁头上？李岩，一会儿把我的鞋擦干净。终于擦干净了，好漂亮的皮鞋。李岩，家里有没有饭？我中午没吃饱。有的，阿姨，中午给袁度炖的豆角，我帮您热热吧。鞋油是你打的？嗯，我刚刚擦的。鞋子打理的挺好。随阿姨，谢谢您让我织毛衣赚钱，我给您也织了一件毛衣。是吗？阿姨心领了。不过毛衣我就不收了，你自己留着穿吧。哼，想要一件毛衣就跟我拉关系，我才不上当。还是被拒绝了。还敢跟我耍脾气了？李岩，我说你。嗨呀，这是要送给阿姨的。对，是要送的。真好看。那我去试试。阿姨，这是我送您的礼物，不能要钱。拿着。李岩，阿姨跟你说，你一个月才赚几个钱，我不能白占你这个便宜。阿姨可不想因为一件毛衣
欠你的人情，这钱你拿着，咱们就两清了。以后你耽误了家里的活儿，我该说还得说，该解雇也得解雇。原来这才是成年人的世界。母亲张兰掐着时间来到大院门口，准备堵截女儿李岩。表侄女张小芳被叫了出来。小芳，快去把妍妍叫出来。舅妈，妍妍她回老家了呀，今天放假。这个温灾的。舅妈，你不知道，妍妍现在可厉害了，帮人织毛衣，赚的钱都快赶上1个月工资了。2份工资，那晶晶上大学的生活费就有了。鹏飞要是考不上，择校费也够了。哼，不愧是我女儿。李岩坐在绿皮火车的窗边，怀里抱着给爷爷奶奶买的各种礼物。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为田野，他的脸上是归心似箭的期待和幸福。一路颠簸后，李岩终于回到了乡下的家。爷爷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屋门打开，奶奶看到他，又惊又喜。爷爷坐在炕上卷着旱烟，嘴角忍不住向上翘。饭桌上，奶奶不停地给孙女夹菜，把自己咸鸭蛋里的蛋黄整个挖出来，放进李岩碗里。李岩大口吃饭，满脸幸福。还是奶奶做的饭最香。学校放假了，怎么突然跑回来了？奶奶，我早就不念了。爷爷长叹一口气，没说话。奶奶则急了。不念了，你妈也是。前一次她回来，说家里怎么困难，我跟你爷就怕她不让你读书，还特意给她拿了500块钱啊。他脸上的幸福和温暖在这一刻瞬间凝固了。母亲张兰在算计他工资时，那张贪婪又骄傲的脸。奶奶从炕头的旧布包里颤颤巍巍地掏出一沓钱，递给母亲，眼泪却一滴一滴的无声地落下。乡间小路上，奶奶拉着李岩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：妍妍啊，外面不比家里，凡事多个心眼，别被人骗了，把钱带着，穷家富路。奶奶，我自己赚钱了，您留着。他不敢再看奶奶的眼睛，狠下心，转身上了路边等候的乡村巴士。妍妍，你好好的照顾好自己。巴士缓缓开动，扬起一阵尘土。奶奶迈着小脚在车窗外跟着跑，一边跑一边挥手，老泪纵横。李岩再也忍不住，泪水决堤而出，他将脸深深埋进手掌，肩膀不住的颤抖。傍晚，华灯初上，李岩一身轻松，但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，走到了大院门口。他刚准备进去，一个黑影突然从旁边的树后闪了出来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是母亲张兰，脸上满是不耐烦和算计。回老家了。找我有事儿吗？张兰没有回答，而是像一个挑剔的买家，绕着李岩走了一圈，用审视的目光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。他凑近一步，语气充满了理所当然的质问：小芳说你织毛衣赚了不少钱。脸上获得的温暖被瞬间抽干，眼神充满了警惕和决绝。是赚了点钱。张兰直接伸出手。干什么？李岩看着他摊开的手掌，明知故问：你爸扭了腰，我又一直吃药，你姐和你弟哪样不花钱？我给你50块钱。50？小芳说你赚了快1个月的工资，我和你爸要不是迫不得已，会跟你张嘴。就算我赚了2份工资，那也是我自己赚的。你们需要看病，我作为女儿不可能不管。但现在让我出钱供家，供我姐我弟读书，我不干。张兰抬手照着李岩的后背狠狠捶了一拳。你个小犊子，这钱就算跟你借，将来让你姐还你，
他将来进大单位的人能差你这点，你就是鼠目寸光。你说是借，那我就有不借的权利，而且我不信你，也不信他。你还怪我偏心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你没有良心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当年就因为你出生，害我和你爸丢了工作。李鹏飞才是超生的那个，我出生的时候还没计划生育，你们生了我，就把我丢给爷爷奶奶，我是我爷我奶养大的。张兰被真相激怒，用尽全力一巴掌甩在李岩脸上。你不是说你爷奶养你吗？那从今以后，你别管我叫妈，这个家你也永远别回。不回就不回，你当我喜欢回？我初中回家，穿的永远是捡我姐的，有口肉你就偷摸背着我留给弟弟。我不是在乎那口肉，我是在乎你为什么不肯公平的看我一眼。他指着自己的手。冬天洗衣服的水有多冰，我不是傻子，我只是心疼你才去干。你生病，我放学烧饭，我不知道出去玩吗？张兰被女儿的悲愤震慑住，一时竟说不出话。既然不爱我，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他不再看母亲一眼，拖着行李走进了大院的大门。李岩从大院门口跑开，他不想让人看见，专挑着僻静的角落走。姐，你哭了？李岩立刻用手背擦掉眼泪。没有。他拉开与他的距离，快步向家走去。李家，张兰回到家，扑在床上，用拳头捶打着枕头，嚎啕大哭。我怎么就生出你这种冤家？当初就该把你扔井里溺死，省得今天来气我。白眼狼，天打雷劈！李元度回到家，被母亲隋静波叫进了卧室。儿子，你跟李岩姐姐在外头遇上了。没说什么，妈，我还有作业。儿子，你很快就要去念大学了，会去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天地。那里的姑娘出身好，成绩棒，长得也漂亮。妈不是老封建，到了大学，你想谈恋爱，只要家世相当，妈不拦你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可是你跟李岩姐姐得保持点距离，人言可畏，万一传出什么闲话，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，她以后还怎么嫁人？你想想，几年后你大学毕业，前途无量，她呢，继续在别人家当小保姆，你们自己想想，般配吗？他所有青春期的美好幻想，在这具现实面前瞬间破碎。好了，妈妈相信你是个有分寸的孩子，也相信李岩姐姐是个聪明人。去写作业吧。李元度走出母亲的房间，像个打了败仗的士兵。他看到正在客厅擦桌子的李岩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他低下头，默默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隋阿姨说的对，我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就该清楚自己的位置。他低下头，用力地擦着桌子，仿佛要把所有的情绪都擦进那块抹布里。大院门口，一场注定改变一切的对峙即将开始。又是这样，每次见面都少不了的说教。妈，你知不知道妍妍现在多牛？我们院里好多阿姨都排队找她织毛衣，商场里卖的都没她织的好看。这孩子一点分寸都没有，整天做这些没出息的事情。妍妍，我听说你跟你妈闹翻了，女儿哪能跟妈较劲呢？她说两句气话，你不能当真，你得学着为家里减轻负担。又是这些话，听得耳朵都起茧了。我为家里减轻负担了，书我没读，家里的饭我也不吃了。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？你爸妈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这么回报的？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了，但今天我要问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。那我爷爷奶奶也把姑姑您养大了，您为什么一年到头也就过年回去那么一回呢？他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懒得跟你说，你就这么想吧，看以后谁吃亏。等你姐将来考上大学，分到好单位，你别去求她。我没有姐。妍妍，你……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了。从今天起，他要对抗的是整个旧世界的规则。夜幕降临，一场关于真相的博弈即将展开。那个李岩真是反了天了，我是他亲姑姑，好心劝他两句，他倒好，反过来教训我，说我一年才回一次老家，
又是这样，每次都只听信别人的话。你去之前是不是先跟他提了钱的事？提了他该拿钱回家孝顺父母。我是说了，我做姑姑的说他2句，有错吗？庆香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看人要用眼睛，不能只用耳朵。你嫂子的话只能信5分。那孩子从小怎么过来的，你心里没数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家庭的暗流正在涌动。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李岩，哎，李叔叔，一会儿我叫司机送你，把这些破烂都给那个小兔崽子送过去。这是让我去当炮灰啊？叔叔，我马上要去上课了，怕来不及。行啦，跟孩子置什么气？李想最近公司忙，才抽不出空回家嘛。忙，他就是翅膀硬了。很好，就是要这样。哎，你也别怪他，孩子上次在你这儿挨了1巴掌，心里怕是恨死我这个后妈了。他敢？原来是这样，隋阿姨好像格外不希望她的继子回家。真相往往隐藏在最不经意的表演之中。隋静波还在继续添油加醋的挑拨。阿姨，李叔叔的脸色不对。只见李景辉额头冒汗，手捂着胸口，缓缓地滑倒在沙发上。老李，你别吓我！家里瞬间乱作一团。走廊里站满了闻讯赶来的穿着军装的领导和同事。老天保佑，老李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，你要是没了……他趁人不注意，悄悄溜到走廊尽头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哥，是我，你快带人来医院。老李他不行了。走廊另一头，李景辉的一位老战友焦急地踱步。李想呢？他爸都这样了，做儿子的怎么还不到场？李岩小声的、怯怯的举了举手。我去过他的公司。车子在夜色中飞驰。我爸到底怎么样了？问题不大，就是血压突然上来了。肯定又是说起我了。这个家除了我，没人能把他气成这样。隋静波挂了电话，回到长椅上，继续他的表演。吃过饭还好好的，我们还高高兴兴的聊了会儿天，谁知道就因为突然说起了理想。哎，那理想叫过来了吗？我就想着别再吓着孩子了，等老李情况稳定了再说。而且老李现在这个样子，万一见到理想，气压不是会更高吗？隋静波的脸梨花带雨，楚楚可怜。张平安慰着哭泣的隋静波。她丈夫老陈从医生办公室出来，脸色严肃。你回家给李想打电话，叫他马上来医院。可是小波说，老李就是因为提到理想才……妇人之见，他是长子，他爸万一有事，他必须在场。我叫你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。隋静波在一旁听着，脸色愈发难看。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败了。病房门打开，医生说李景辉已经醒了。隋静波立刻擦干眼泪，正准备第一个冲进去扮演贤妻的角色。就在这时，走廊那头传来一阵骚动。李想快步走来，脸上满是焦急。来，快进来，你爸正念叨你呢。隋静波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措手不及，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中，整个人被关在了门外。臭小子，还知道来？袁度呢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问起袁度？老战友们心满意足地被李想送了出来。隋静波立刻抓住机会冲进病房。老李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袁度可怎么活啊？阿姨，医生说我爸需要静养，不能情绪激动。你是不是先别哭了？老李，你看看你儿子，你还没怎么样呢，他就开始欺负我了。李想，我问你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偏要和我过不去。病床上刚刚缓和过来的李景辉脸色又开始变得难看。窗边，李想没有回头，只是看着窗外的夜色。
脸上是无法掩饰的厌烦和无奈。医院的走廊中充满了压抑和紧张。李想，你站住！我今天非要问清楚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们？小波，你冷静点儿。他就是吓到了，不是冲你。闹剧散场，只剩下尴尬的沉默。能麻烦你帮我出去买点吃的吗？我马上回来。缓缓行驶的车内，八卦与真相交织。是让你回去拿东西。李想哥说他饿了，让我准备点吃的。你家那个宝贝李想从小就怪，吃东西挑三拣四，看见人也不叫。老李为这没少揍他。你懂什么？那孩子是脑子跟别人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不就是不爱学习，整天瞎玩？要不是他爸，他能考上大学？高中3年，谁见他学过习？高考前的一模二模，他都交的白卷。就这么个人，2个月后就上了央美，你让谁信？肯定是老李和他前妻家使了力气。妇人之见。我怎么妇人之见了？人家交白卷，那叫有底气。你别被隋静波带歪了。李想从小到大，哪次考试成绩掉下来过？你干脆认他当儿子得了。今天也是，隋静波就在那儿，你们一个两个的，非得到处找理想，打谁脸呢？隋静波的思想境界和理想能是一回事吗？他喜欢吃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万一做的不好吃，算了，就炒个土豆丝吧，最简单的应该不会出错。那李想从小就挑嘴，难伺候的很。我这紧赶慢赶做的菜，他别一口不吃。李想啊，快吃吧，阿姨随便做了点，你对付一口。谢谢张阿姨。哥，用这个吧。叶大的课上了吗？上了，谢谢您。啊？你还没走？我想等等看，还有没有能帮忙的。是隋阿姨没让我走，我不敢走。不用，我不冷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晚上我留在这里。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，李想迈着大步走在前面，李岩提着空保温桶在后面一路小跑，累得气喘吁吁。我就说不用送，非要送，我的腿都要断了。我走得太快了。没有，是我走得太慢。李想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试着放慢了脚步。两人并肩走着，一路无话，气氛尴尬又微妙。将李岩送到大院门口，看到站岗的哨兵后，李想才停下脚步。回去吧。谢谢哥。说完，
像是怕他再说什么，拔腿就跑进了大院。李想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自己都未察觉的笑意。第二天清晨，李岩刚做好给医院送的饭菜，就听到了敲门声。他打开门，看到一个陌生的、气质有些忧郁的阿姨站在门口。孩子，阿姨听说你会织带图案的毛衣。阿姨，您是想织毛衣吗？可以自带图案的。周晓光一听，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。可以，那我有图案，你等等我，一定要等我。他说完，不等李岩回答，就转身飞快地跑了。5分钟后，周晓光跑了回来，手里紧紧抱着一本编织书。他冲到李岩面前，激动地翻开书。他的手指在书页上飞快地点着，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。这件粉色的，还有这件带小熊的。他抬起头，用一种近乎恳求的、充满希冀的目光看着李岩。从这一页到这一页，一共12件，我全都要。他的嘴巴微微张开，眼中充满了全然的、难以置信的震惊。一份天大的订单就这样砸在了他的头上。清晨的阳光照进病房，李景辉的气色好了很多，正和老友老陈开着玩笑。我说我没事，你们就是大惊小怪。早上想出去跑2圈，李想那小子还不让。李岩提着保温桶走进来，将饭菜一一摆在桌上。老李，吃饭了。菜的咸淡可能有点轻，理想哥说医生交代要少吃盐。哼，我这就被儿子管上了。隋静波看着这父慈子孝的场面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隋静波抓住机会，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李岩啊，你看你每天跑来跑去这么辛苦，等回头阿姨给你涨工资。老李，你看还是我指挥得当吧。该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对你李叔叔啊，才是应该应分。我就是熬死了，也是自家人，你可不是。这一番敲打，让一旁的老陈听得直皱眉，他找了个借口，赶紧溜了。怎么了？没休息好？我是想起袁度。李岩刚刚来的时候，就偷偷跟我说，袁度因为担心你，昨晚一晚上都没睡好，今天早上饭都没吃2口，就去上学了。李景辉听到小儿子如此孝顺，脸上立刻露出了感动和欣慰的神情。李想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继母，又看了一眼李岩。李岩整个人都懵了，他被当众变成了一个谎言的证人。早餐桌上，李岩送来的饭菜里又是一盘芹菜炒土豆丝。李想看着那盘菜，眉头紧锁，一筷子都没吃。隋静波却仿佛没看见，热情地招呼丈夫：“老李，你给李想拨点菜，年轻孩子得多吃点。”隋静波眼中是得意的，看好戏的神情。李岩站在一旁，将一切尽收眼底。众人走后，只剩下夫妻2人。隋静波开始他精心准备的表演。行了行了，多大年纪了还哭哭啼啼。隋静波扑到丈夫怀里，哽咽：“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就盼着你好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和袁度可怎么办？我知道李想不喜欢我，我以后不管他了，什么都不管了。只要你别生气，只要这个家好好的。我还不是怕给你丢人，怕人家在背后说闲话。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辛苦你了。你之前说的要给你哥投资的事，那就投吧。”廊上，隋静波的娘家人赶到了，他将哥哥拉到僻静的角落。怎么样，妹夫他同意了？隋静波压低声音，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。同意了。那
能拿多少？我给你拿5000，你去广州，遍地是钱，好好干。不远处的走廊拐角，李岩正提着水壶，准备去打开水。兄妹俩正为这笔巨款而兴奋不已。他站在原地，怔怔地看着那对兴奋的兄妹。妹，5000太少了，广州那边处处要打点。你凑个整，给我拿1万，有了钱，我才能给你和袁度撑场，也让李景辉看看，咱们隋家的人不比他李家差。隋静波犹豫了。你哥做事不把握，你弟又偷过东西，这1万块钱……好，1万就1万，哥，你可得给我争口气。他将雪白的棉花均匀地铺在崭新的缎面被套上。他用长长的针引着红线，从被子的一头开始缝制。他的手指上下翻飞，针脚均匀、细密、有力。一床蓬松、平整、针脚密实的漂亮棉被完成了。周晓光准时上门。他走上前，用手轻轻抚摸着被面，感受着下面的棉花。孩子，你这手可真巧，针脚真密实。周晓光抱着崭新的棉被，小心翼翼地往家走。路上遇到了爱串门的邻居。哟，小光，做新被子了，这手艺真好。哎，我闺女马上出嫁，你能不能也帮我缝2床？我不会。他说完，抱着被子快步离开，留下邻居一脸的错愕和好奇。等着吧，等哥在广州发了财，把钱捡回来，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。李岩送走周晓光，又拿出新的布料和棉花，开始为下一床被子穿针引线。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专注的侧脸上。李岩正在准备晚饭，一个陌生的老太太林大妈不请自来，直接闯进厨房。我听说你会做被，给我做几床，我自己带棉花和布。她一边说，一边还探头探脑的往客厅里张望。奶奶，不好意思，我周阿姨的活还没干完，暂时接不了了。怎么地？瞧不起我一个农村老太太？她开始倚老卖老，李岩百口莫辩。第二天，李景辉正在办理出院手续，隋静波一边帮他整理衣物，一边状似无意地向他抱怨：李岩这孩子现在脑子里就想着赚钱。昨天院里的林大妈找他做被子，我看着老太太怪可怜的，就让李岩先帮帮忙。一个院住着，是该互相帮助。可我这一答应，他今天早饭都没给我们做，说是要先去帮林大妈干活。你说我这钱花的，倒像请了个祖宗。隋静波正说得起劲，一旁一直沉默的李想突然放下了手中的杂志。他帮别人干活，那个人付钱吗？就干点小活，邻里邻居的，提什么钱？爸，我们家雇佣他的时候，合同里应该没写还要无偿为邻居服务吧？李景辉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眉头紧锁，陷入了沉思。李想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他没有再看病房里的任何人一眼，径直走了出去。病房里只剩下尴尬的沉默。林大妈家客厅，李岩坐在地上，飞快地缝着被子。林大妈像个监工，围着她不停地转悠，嘴里还不停地吐槽：奶奶，我得回去做饭了。哎，别走，你隋阿姨说了，让你帮我干完活再回。下午4点，隋静波气冲冲地爬上4楼，一把推开林大妈家的门。他一眼就看到了还在地上埋头干活的李岩，怒火中烧。李岩，你李叔叔今天出院，你不知道吗？中午旷工，晚上也想旷工。你要是不想干了，就直说，我马上换人。李岩被骂得抬不起头，委屈地看向林大妈。阿姨，是林奶奶说，她去跟您打招呼了。林大妈一听要追究责任，立刻装傻充愣。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给忘了。你自己偷懒耍滑，别往别人身上赖。干完马上回家。晚上8点，李岩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。客厅里，李景辉在看报纸，隋静波则黑着脸等他。晚饭之前回来，现在几点了？李岩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。平时干活挺麻利，今天缝4床被子，能从早干到晚。在隋静波的逼问下，李岩终于情绪崩溃，他的手因为一天的超负荷工作，正无法控制的微微颤抖。我缝了8床。他一天没吃饭，
此刻只觉得天旋地转。一旁看报纸的李景辉缓缓放下了报纸，他看着李岩颤抖的双手和那双满是委屈的眼睛，沉默了。半晌，李景辉抬起头，看向一脸错愕的隋静波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冰冷的语气下达了命令：行了，你一会儿把李岩做的这几床被子钱给人家付了。隋静波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李岩因这意外的公道而愣在原地，眼泪流得更凶了，但这一次是委屈也是感动。李景辉一走，隋静波立刻将李岩叫到厨房，开始了新一轮的训斥。他留你，你不会跑，他是你祖宗，让你干你就干。李岩低着头，默默忍受着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今天做了饭，里面都是油烟，好好收拾收拾。深夜，李元度补习回来，一进门就看到李岩蜷缩在客厅的角落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胃有点不舒服。李元度气冲冲地跑到父母卧室门口，大力敲门，冲进卧室，对着母亲就喊：妈，李岩姐病了，你就算让她干活，也不能不让她吃饭吧？老李，你听听，这孩子跟李岩关系好，看他生病就跑来告我黑状，我让他不舒服早说，他自己不吭声，倒成了我的错了。隋静波将李元度推出房间，又去厨房拿了药，没好气地扔给李岩：喝了吧，我这保姆请的好啊，还得我亲自伺候。李岩接过药，只觉得屈辱和胃痛交织在一起，让他几乎要晕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李想推门走了进来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门没锁。李想无视继母，径直走向厨房，准备给自己找点吃的。他看到李岩正脸色惨白地强撑着身体，要去给他热饭。他二话不说，上前一步，一把将李岩拉离了灶台。哪儿不舒服？可能是一天没吃饭，胃疼。回房间躺着，饭我来热。李岩回到自己狭小的房间，再也撑不住了。他蜷缩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将脸埋在膝盖里，死死咬着自己的拳头，压抑着所有的哭声，但眼泪却像决了堤的河，汹涌而出。早晚有一天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。房门口，李想热好了饭，端着碗，正准备去叫他。通过那道窄窄的门缝，他看到了房间里的一切。他看到了蜷缩在地板上的那个瘦小的身影，看到了他因极力隐忍而剧烈颤抖的肩膀，听到了他压抑在喉咙深处那如同受伤又瘦般的呜咽。他举在半空准备敲门的手缓缓地放了下来，他的眼神从最初的意外到震惊，再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深沉，那里有同情，有震撼，甚至还有一丝敬佩。一顿尴尬的三人晚餐，隋静波一反常态，不停地给李岩夹菜，脸上是虚伪的关心。李元度和李想都沉默地吃着饭，整个饭桌气氛诡异。李岩低着头，只觉得碗里的饭菜难以下咽。第二天清晨，李岩在跑步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他想着各种困难，不小心踩到一块石头，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。想什么？走路都不专心。李岩紧张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，走路都走成了顺拐。步子走得挺有新意。不去广州了。火车票难买，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介绍信也住不了店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坐在家里这么想，可能这辈子都迈不出去这一脚。他说完，不再理会他，加快脚步，径直跑远了。理想的话像一把锤子，敲碎了李岩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。他回到家，将整个别墅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做好了最后一顿午饭。然后他走到隋静波的卧室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敲响了房门。隋静波正在梳妆台前戴耳环，看到他有些不耐烦。什么事？阿姨，我想辞职。怎么，是院里哪家给你开了更好的条件了？不是，我就是想去广州。你去广州？你知道广州的大门朝哪边开吗？他看着李岩因被轻视而紧握的拳头，下了最后的通牒。行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答应了你，那你以后就永远别想再回我这里干活，你明不明白？面对他的威胁，李岩闪过理想那个刺眼的笑容，他
他眼神里所有的胆怯和犹豫都已消失不见。我想去闯一闯。李岩提着自己的行李，向隋静波鞠躬，然后转身走出了大门。隋静波看着空荡荡的门口，拿起耳环，狠狠地砸向地面。小保姆也敢给我甩脸子？周晓光家，李岩将最后一件做好的被子交给他。周晓光从掏出钱塞进李岩手里。孩子，穷家富路，带着上路，外面混不下去就回家。李岩握着那还有余温的钱，眼圈泛红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李岩和陪他来的张小芳被眼前火车站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。长长的队伍，很多人直接躺在自带的破旧棉被上，满脸疲惫。售票大厅里人山人海，黑压压的一片。一个男人因为没买到票，和售票员激烈的争吵。张小芳被这阵势吓坏了，她拉了拉李岩的袖子：“妍妍，要不就算了吧，这怎么可能买到票啊？姐，我一定要去。”到广州的 K22次加开一个窗口，排队买票了。李岩的反应极快，在人群涌动的瞬间，他立刻像一条鱼一样侧着身子挤了进去。一张到广州站票也行。他的眼睛却亮得像一颗星星，充满了对未来的不顾一切的渴望。李岩奋力挤在窗口，满怀希望。售票员机械地吐出3个字：“没票了。”李岩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正准备离开，一个黄牛凑了上来：“小姑娘，去广州，我这有票。”多少钱？卧铺加200。太贵了，不要。不要你问什么？没钱还想去广州，穷酸样。第二天清晨，厨房里，好好的工作说不干就不干，现在又赖到我们家了，不行，我得告诉你嫂子一声。得了，让他住几天，又不是外人，是自己亲姑家。你就向着他，这孩子现在想法太多，一点不着调。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李岩是个稳当孩子，不会无缘无故胡来。他将热好的豆浆倒进2个碗里，在一个碗里多加了1勺糖，又多搅了2下。李岩拘谨地坐在桌边，不敢看姑姑黑着的脸。他端起另一碗，那碗加了更多糖的豆浆，不动声色地轻轻地放在了李岩的面前。来，妍妍，快吃饭，吃完不想事儿。他看着眼前这碗比别人更满、颜色更深的豆浆，猛地抬起头看向姑父。姑父没有看他，正大口地吃着油条，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他舀了1勺送进嘴里，是甜的，甜到了心里。